今天我们要来教各位的是 Sublime 入门的第三部曲。我们这一集要来学什么？我们要来学的是 Sublime 的 Find 搜寻，Replace 取代，Find in Files 全档案的搜寻，Multi Cursor 多游标的部分，Regress 也就是正规比照法的搜寻，还有正规比照法的批次转换格式。为什么这一节很重要？假如我们只是在 Sublime 里面去打一两行字的 code，很多的工具都可以做到。但是 Sublime 真正好用的地方是，当你需要找很多重复的文字，或者我们需要批次修改栏位名称、整理 JSON 的档案格式、修改 Markdown 的档案格式，或者转换文字的格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Sublime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在 Sublime 里面，我们要进行搜寻，你可以按它的快捷键，就是 Command 加 F，或者是 Ctrl 加 F。当我们在搜寻栏里面，我们只要打入文字 Sublime 就会很快速的在这个你现在开启的这个档案里面去帮你进行搜寻。那搜寻适合找什么？适合找文字里面包含像 API key 啊、database 里面的特定的栏位，还有甚至假如说你是在一个密码表里面，你可能要找寻特定的密码。那在写 code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找函式的名称、类别的名称、错字、重复文字。这是当我们在写程式码或者在修订设定档在管理 JSON 管理 Markdown 时最常用的功能之一。我们在 Sublime 里面，我们去打开一个 Student JSON 这个档案。在这个档案里面，我们会看到它里面其实是有5个人员哦。那每个人员他有姓名分数，还有他的 email，还有他的电话号码。那我们要如何在 Sublime 里面进行快速的定位？首先我们就按 Ctrl F 把搜寻栏给呼叫出来。那在这边，假如说我们要找的是学生的 email， 就很简单，只要在搜寻栏里面打上 email， 它就会找到。但是 Sublime 当你在打的时候，其实它是有所谓的 case sensitive， 就是大小写分辨的。当我们打入 email 都是小写的时候，其实它会找不到。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搜寻栏前面这边有一个大小写的这个开关给关掉，它就会正确把 email 找出来。当我们按下搜寻栏里面的 Find 按钮的时候，它就会从第一个依次的往下找寻下一个。那当然找到下一个之后，你可以按它隔壁的按钮叫 Find Preview 就往回找。这对我们在搜寻特定文字的时候其实是很方便的。那 Sublime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也是一般我们记事本都有的功能，叫 Replace， 就是取代。那这个在 macOS 系统，我们可以按下 Command Option 加 F， 那在 Windows 会按下 Ctrl 加 H。取代一般来讲是把我们找到的文字换成我们想要的文字。在这个档案里面，它有一个栏位叫 Student Email。假如我们想把 Student Email 换成短的 email， 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只要在 Find 这个栏位打入 Student Email， 然后在下面的 Replace， 我们只要打入 email 就好。那这时候在右手边，它这边有几个按钮。假如我们按上第一个 Replace， 它就只会换一个，就是你找到的这个文字，它只会换一个。假如你按下 Replace All， 它就会把找到的所有的 Student Email 全部一口气换成我们要替换的这个单字 email。那在 Replace 跟 Replace All 中间，它其实差异的就是 Replace 一次是取代一个 ，Replace All 一次是取代全部。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替换功能的时候，假如你不确定每一个结果都要改我们这边会建议的是一个一个取代会比较安全，避免说你取代到不应该取代掉的文字。现在档案的栏位都是比较短的，假如说我们想把这个栏位做一次的全面更改，就是把短的栏位换成长的栏位，那我们在Sublime 里面我们就可以依次的做替换跟取代。例如我们先把 name 换成 student name。我们一次按下 Replace All， 它就会直接把所有的 name 直接换成student name， 一口气全部换。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依次的替换，把 score 也是都换成前面带有 student 的。
再来我们要换的是 email， 最后我们要换的是 phone， 也就是电话。那当我们做4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把我们所有的 student 点 JSON 这个档案全部的栏位由短的名称全部换成长的名称。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Sublime 另外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叫 Multi Cursor。Multi Cursor 指的是它可以一口气把游标同时变成多个游标，而一口气修改多个位置。那如何使用 Multi Cursor？在 Windows 上面是按 Ctrl D， 在 macOS 上面是按的是 Command 加 D。那它每按一次，它就会选到下一个相同的文字。例如我们简报上面讲的，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student name， 那我们按2次之后，它就会把2个 student name 的地方全部选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替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Multi Cursor 怎么做。我们一样回到 student.json 这个档案上面。例如我们想把前面这3笔的学生名称的 student name 换回短名称，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可以用滑鼠把第一个 student name 给框起来，然后按下 Ctrl D， 它就会把第2笔也给框起来，再按下一次 Ctrl D， 它就把第3笔给框起来。这时候你会发现前面3笔的 student name 后面多了一个游标的符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此进行修改。例如我们把这3个游标，我们把它换成 name， 然后按2次的 ESC， 那这样就完成了修改。那这种方式是非常方便的。假如说你在同一个档案里面，你要替换的那个字有很多笔，但是你只想更动其中的几笔的话，那这个方式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这个 find in file 适合找什么？就是找所有的文字，或者找一些变数，找一些URL，还有 code 里面的设定值、错字或者重复文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第1集的时候有谈到说，当你在开一个专案的时候，为什么要使用 Open Folder？ 因为你用 Open Folder， 你是打开的就是一个整个专案资料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find in file 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回到 Sublime 里面，我们去打开我们的NumPy 这个 Python 的档案。在这个档案里面，它其实有从 user.py 里面去引用了一个函数名称叫 show information。我们看一下，我们一样把 user.py 给打开。在这边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这边有一个 show name 的函数，一个 show age 的函数，跟一个 show information 的函数。那我们要如何知道 show information 这个函数名称除了在 NumPy 的这个档案里面存在之外，还在哪些档案里面都存在呢？其实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使用它的这个 find in file 这个功能。我们把滑鼠移到 find 下面，去把 find in file 呼叫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按 Ctrl Shift 加 F 把它呼叫起来。那呼叫起来之后，我们只要在 find 这边去打入我们要找寻的文字，例如我们去打入 show information， 然后按下它的 find 这个按钮，它这时候就会跟你讲说，它搜寻了10个档案，就是整个资料夹里面它全部都帮你搜寻了。那它找到有2个档案，一个是在 NumPy 里面的第1行，有一个 show information 这个地方，在第4行也有一个 show information， 而在 user.py 这个地方的第8行，它也有一个 show information 的这个文字，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这个 show information 它在所有的档案里面，它其实是出现3次，而且是横跨2个档案的。那现在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功能，叫 replace in file。当我们用跨档案的取代，是很方便，但也很危险。这指的是当我们用 find in file，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搜寻那个字有多少个档案都包含它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使用另外功能叫 replace in file。假如说我们找到这些文字，我们想要一口气的修改它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叫 replace in file。不过，当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要先使用find in file 去搜寻，确认你要更改的
的数量有多少，以及要横跨多少个档案，避免你改到不应该改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使用搜寻，然后去查清楚它的结果，去确认这个范围都是我们要改的，然后一口气再全面取代。我们现在回到 Summarize 里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要如何使用 Replace Invite 这个功能。我们一样在 Find 这边，我们把 Find in File 打开。那在上面的这个 Find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资讯了。其实在它下面这边的第3栏有一个 Replace 栏位，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Show Info。那这时候，假如你按下这个 Replace 这个按钮，它就会跟你讲说，你一口气要取代3个出现的地方，然后是横跨2个答案，你确定吗？假如你是确定的话，你就按下 Replace， 它就一口气把这3个答案都全部改完。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User 打派里面刚刚那个 Show Information 已经改成 Show Info 了。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Main 点派的这个档案里面，这个地方第1行也是改成了 Show Info， 然后在第4行也是改成了 Show Info。所以用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把整个专案夹里面，只要特定的文字，你要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更换掉。那在使用 Replace in File 里面，就是有一个规则要特别小心，就是因为 Replace All 它其实是很方便的，但是你要先确认你的结果之后再按下去。假如你是使用在正式专案的话，最好先备份或者使用 Git 去管理版本，因为当你的程式码很多或你的档案很多，假如你改错，你要再 recover 回来，可能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先来看一下 regress 是什么。regex 在中文里面，我们常常称呼它叫正规表示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用规则去搜寻文字。一般我们使用 find 的时候，我们去找寻固定的文字，但是我们使用正规比照法的话，我们可以去找寻符合某种格式的文字。那它可以来找什么？找 email， 找数字，找所有的电话，找所有的空白行，甚至找某个栏位后面的内容，或者是某种固定格式的资料。那这种正规比照法，它很适合来整理大量的文字或半结构化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简报上的范例假如我们要找一个 email， 例如我们的测试文字上面有一个 Amy 小老鼠example.com， 有一个 Ben 小老鼠 email.com， 还有一个 Cindy 小老鼠 example.com。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个语法，去把所有的 email 符合用就是人名小老鼠后面有一个example.com 或者是 abc.com 的这种符合 email 格式的所有文字都找出来。这是第一个范例。那用正规比照法找到文字之后，我们要怎么去修改它其实就跟我们之前的 replace 一样，你只要在正规比照法的栏位里面找到你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替换成目标格式。例如我们现在简报上面讲的原始资料是一个人名逗号加上分数，那我们的目标格式我们是希望把它换成人名空格dash空格然后再分数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下面的这个方法，就是使用搜寻的规则，然后取代成下面一个前字号1 dash前字号2这种方式来进行。我们用 student.json 来做展示如何使用正规比照法。我们首先按 Ctrl+H 把 replace 的那个栏位找出来。那找出来之后，在 find 这边，假如我要找寻的是在 find 这个栏位，假如我要找寻的是 student email 的那个栏位的话，我们要怎么找？就会使用类似这种语法。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它会把所有符合 email 的栏位找出来。那第4个它为什么会没有找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的规格是前面一个人名或者是一个账号，然后加上小老鼠加上一个
Google.com 或者是 ABC.com， 但是第4个也就是23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栏位上面它其实是只有 .com， 它前面没有加上一个网域名称。那用正规比较法，你就可以容易去找出来说，假如这个档案里面哪些栏位是不符合规范的，那我们就可以很快速进行修改，这是正规比照法的一个做法。这时候我们去把 grade.txt 打开，然后这个档案就是我们在简报上面的 demo 2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就是一个人名加逗号加分数。假如我们要把它改成人名哦，中间空一格加上一个 dash 空一格，再加上分数，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一样哦，先用正规比照法把这个所有的栏位都抓出来。那当我们发现它把上面的所有栏位都抓出，就是我们要的目标栏位都抓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使用下面的取代，把它换成用前字号1空一格到2的方法，直接把它取代掉。然后当我们把 find 跟 replace 这2个栏位都输好之后，我们只要按一下 replace all， 它就可以很快速把我们原来的内容换成我们想要的内容。那这种方式很适合在假如你要大量的修改某种特定文本里面的资料的时候，正规比照法就非常非常的好用。我们在这个第3部曲要教会各位所使用的 Sublime 的特色之一。那 Sublime 其实它还有非常非常的多的特色可以使用哦。未来我们将会陆陆续续的补上一些教学影带。那也希望小伙伴，假如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订阅，并且记得要启用小铃铛。谢谢各位。